大家好，我是周弟，今天要来介绍鉴定公司的服务项目。老 PCGS 换核金盾有几个方法，一样都是 PCGS 鉴定过的钱币带着盒子再次送评一次 PCGS， 这个叫再次评级。但是中间有几种再次评级的方案，换核和重评。换核呢是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将老盒子换成有金盾的盒子，你的钱币就会被拍照留档在 PCGS 官网，用一个比较便宜的费用来换取新盒。钱币将不会经过任何人工鉴定流程，只是单纯的换新盒。所以如果你的鉴定币盒子有磨损影响拍照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单纯换盒，这样子钱币分数就不会变，钱币盒上的编号也不会改变。再次换盒重评，费用与裸币送评一样，唯一差别呢，就是你带着原本的盒子送进去再次重评，一样是透过人工鉴定的方法再一次的鉴定。因为鉴定公司过去与现在的评级眼光有高低落差，过去低评的钱币有机会再加分或是给个加号，这时候呢，鉴定盒的条码编号就会改变。带盒重评呢，在分数上顶多同分，不会降分，大家可以放心。刚刚说一个词就是低评，反过来也有叫高评。低评意思是这枚钱币的品相被评低分数了，分数被低估了，当时的鉴定师用比较严谨的眼光去看这枚钱币。高评呢，就是分数给太高了，这也成为交易时的一种话术。卖方常常会说自己的钱币是低评，买方会说高评了。现在钱币商品化的时代看得懂品相的厂家都会专门挑低评的钱币去购买，还是有技巧性的。其他的鉴定盒可以转 PCGS 吗？别的鉴定公司的币要转 PCGS 叫做交叉鉴定。交叉鉴定一样不用敲盒子，直接送去 PCGS， 只要 PCGS 认为同分或更高分才会换盒成功。如果没换过也会用标签说明理由。如果是因为分数不到标准或是没分，会被评为85。Did not cross， 费用上按照正常裸币收取。交叉鉴定呢，你可以特别注明，如果低于原本的分数，甚至就算评为没分数，也愿意转盒成 PCGS 的盒。这种情况只要钱币是真的，都能转盒成功哦。补充一下，如果一枚 NGC MS63 的大头想交叉鉴定成为 PCGS 的盒，自己如果能接受最大限度是被降1分成为 PCGS MS62 的话，怕被降太多分的话，记得送评单要注明不低于62分，这样代表如果没分或是低于62分不打算换盒。这部分操作是有点技巧。目前凡 NGC、ANACS、ICG 的钱币盒均可使用 PCGS 交叉送评服务。除此之外如果比方拿公博盒去交叉鉴定换 P 盒，会有几种的情况。如果有分数呢，当然能直接换盒成功。如果没有分数，比方评为 clean， 评回时只会保持原本的盒子回来。如果你愿意没分也要转 PCGS 盒子，就必须带着 clean 的标签再一次交叉鉴定，也就是总共要支付2次的送评费用。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 PCGS 只是变相的鼓励直接拆盒送裸币，因为其他的鉴定盒反而会影响他们观察此边的难度，拍照留档也有困难。所以如果你对你的钱币很有信心，老包浆无清洗痕迹，无任何重伤刮痕，那就拆盒去赌一赌吧。公盒华夏评级，有看到这段的话，转2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吗？钱币如果太厚需要支付盒子加厚的费用，大概是台币200元吧。如果钱币太大，或是像当代币的5盎司，就要支付盒子加大费用，大概是台币500元。如果有特殊版别或是错体币要 PCGS 标注在盒子上，需要提供 PCGS 版别资讯外，费用大概是台币800元。送评加还原服务可以让 PCGS 专家们清洗你的钱币，通常绿锈PVC、当代金银币上的白雾、红点都可以弄掉。当然，还原服务也有可能最终评为没分数，像是烂底或清洗都有可能，要看对钱币造成的破坏严重度。但是如果
果因为他们还原服务导致钱币出了分呢，还要额外支付3%的预估担保费，也就是 PCGS 官网的价格指南所预设的行情价位的3%。你赚钱了，他们也要分就是了。PCGS 预估担保费，如果你的钱币是罕见的稀有币，除了支付该等级的鉴定费用基础上，还要额外支付1%的 PCGS 预估担保费。PCGS 价格指南的价格都是比市场价位低很多啊。支付的1%预估担保费，字面上意思是你支付了这笔费用，我们随时可以用我们的价格指南跟你收购这枚币。其实啊，意思就是你的钱币很稀有，很棒棒，打进了我大 PCGS 的盒子，让你的钱币更有价值，所以啊，他们也要分一点钱。其实也是事实啦，拍卖会上很多高档钱币啊，没有入鉴定盒，根本卖不好价呀。TrueView近几年呢推出的新服务，由 PCGS 拍摄超高清图片，另外加收$5，只要在送品表格上后面的 TrueView 打勾，为你的收藏留下遗憾的照片，不是纪念的照片，也可以利用 TrueView 的高清照片上传买卖平台卖钱币。一来钱币照片为高清方便观看，二来钱币照片能维持一样的品质。PCGS 啊，说真的也实现了把钱币变成商品化、数据化的时代，这个是很多老一辈玩钱币的无法想象啊。总而言之啊，鉴定公司以前的收费很单纯，现在因为银元价格上涨， PCGS 也想在这波行情赚钱，平均的送品费用都有调涨，还多了预估担保费。简单说呢，只要你是因为 PCGS 提升钱币价值的话，他们就会收取预估担保费。他们敢这样子收费啊，只能说确实他们也做到市场都认可了。拆盒送品好还是带着盒送品好？如果你觉得你的钱币没有任何硬伤或是清洗痕迹呢，又带有标准的老包浆，你认为状态好的肯定会有分啦，只是分数的高低之差。这个时候如果本来就没分的话，我会选择拆盒再送品。为什么拆盒呢？就是不想让鉴定师看到原本的分数的标签结果，看到了会出分的概率就降低了。再来就是本来就没有分数了，就算再送还是没分啊，损失的只是鉴定费，所以就可以把没分的盒子拆掉。什么情况会是带着盒子送品呢？如果一枚钱币很明显低频，就可以带着盒子让他们重新鉴定，他们再次收你的钱啊，肯定会好好再看一次。如果他们也认定低频，就会加分吧。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本的鉴定公司的盒子公信力本来就不高，他有分的还卖出 PCGS 入盒没分的，那就可以拆盒送品了，完全是看如何将利益最大化。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